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內娛女演員的隱形壓力，從李沁的多次爭議鏡頭看女性明星在行業中的被動與辛酸。在流量邏輯主導的當下娛樂產業裡，女明星似乎總是被置於聚光燈下，卻並不總能掌握屬於自己的話語權。近日，隨着社交平台上多個關於李沁的討論再次被推上熱搜，公眾對女性藝人在工作場合是否遭遇不當對待的話題重新展開了密集的討論。李沁，一個向來以清冷氣質和穩定演技著稱的演員，卻因多段爭議互動而被網友貼上內娛最容易被佔便宜的女明星之一的標籤。這一論斷雖然情緒化，但背後折射出的是大眾對行業生態的深層憂慮。在光鮮亮麗的鏡頭背後，女性從業者究竟承受着怎樣的隱形壓力？視頻並不意在裁定任何人的是非，而是希望以這些被熱議的片段為切口，審視當代娛樂行業的工作邊界、性別議題以及社會輿論為何會在此類事件裡產生巨大的共鳴。一、從意外肢體動作到鏡頭捕捉到的驚訝李沁事件為何總能引發熱議？根據網絡討論中大量流傳的視頻、截圖和觀眾回憶，李沁多次因與男藝人的互動而引發爭議。儘管這些片段均源自綜藝、影視拍攝現場，情境複雜，也無法僅憑剪輯片段得出完全結論，但公眾情緒的集中爆發顯然並非偶然。與搭檔男演員的劇情外動作爭議，在一段討論度極高的視頻中，李沁在拍攝時原本只需完成劇情要求的肢體接觸，然而男方突然做出的額外舉動令他明顯愣住。鏡頭捕捉到的是他眼睛睜大、略顯不知所措的表情。網友對此爭議不斷，有人認為只是現場氛圍下的即興表演，也有人認為出現了超出職業範圍的越界動作。但無論結論如何，大眾的敏感點卻極為一致。為什麼突發的肢體動作總是讓女演員措手不及？為何默認忍耐成了一種行業潛規則？綜藝互動引發的不是爭議。另一段熱議片段來自綜藝節目錄製，按照節目要求，兩人需重現某段情節，但當男嘉賓從背後突然抱住李沁，並做出貼臉等動作時，鏡頭中可見他明顯緊繃。他努力維持職業狀態繼續表演，但從眼神到微表情都流露出一種不安與警覺。觀眾看到的不只是畫面本身，而是在鏡頭滾動時，女明星似乎永遠只有繼續演下去這一條路。這種被迫保持完美專業的氛圍，讓不少女性觀眾感同身受。活動現場的直視與撩衣動作被指不妥，還有網友整理出某次公開活動中，李沁身着泳裝亮相，有男嘉賓的目光被指過於直接，甚至疑似做出不適宜的動作。視頻中李沁微微後退，下意識推開動作，也成為爭議點。雖然這些鏡頭無法作為任何定性判斷的依據，但它們卻一次次激活輿論敏感神經。女性藝人的身體邊界是否被尊重？行業內對女性的凝視是否已過度正常化？二、李沁為何特別讓觀眾心疼？從角色定位到公眾形象的共情效應。值得注意的是，娛樂圈並非只有李沁經歷過類似爭議，但為何每次輪到她，網絡討論都會格外激烈？屏幕形象帶來的保護慾效應。李沁長期以來在熒幕上塑造的多是溫柔、含蓄、知性甚至清冷的角色，從慶餘年的婉兒到白鹿原的田小娥，她的角色多半被賦予柔韌與脆弱並存的氣質。大眾習慣把她視為不爭不搶的代表，這種長期的視覺與情緒累積，使她在爭議事件中天然獲得更多同情。她的性格與工作態度本身就呈現克制與禮貌。在過往採訪與綜藝中，
李沁表現的一向溫柔、禮貌、不爭風頭，這種性格使他在面對突發情況時更容易默認包容，不太會搶話或當場拒絕。而正是這種溫和，讓他的不適顯得更明顯。當一個一向克制的人露出明顯不安，那種情緒會迅速擴大觀眾的共鳴。不屬於流量陣營的女明星更顯脆弱。公眾討論中經常出現一句話：“是因為她不夠有名吧？”這句話未必公正，卻擊中了行業歧視鏈的痛點。在資源決定話語權的內娛環境裡，女演員尤其依賴團隊、作品與市場位置。當她們不屬於頂級流量，很多時候只能默默承受行業規則帶來的不適與委屈。3. 女性明星在娛樂行業的隱形被動，一個普遍現象，不是個案。李沁的爭議並不是孤立事件，它讓大眾再次意識到一個長期存在卻鮮少被公開討論的現實。在演藝行業的鏡頭化、秀場化、綜藝化生態中，女性往往處於身體暴露更高、風險更大、邊界更易被忽視的位置。鏡頭對女性身體的消費化仍然嚴重，無論是綜藝還是影視，女藝人的形象常被當作節目效果的一部分。高跟鞋、緊身服裝、泳裝場景、誇張肢體接觸、粉紅濾鏡炒作，很多時候都是為了制造討論度與節目效果。若男性嘉賓不敏感、不自律，就極容易出現越界行為，而女性往往難以在鏡頭前反抗。職業需要常被濫用成推卸責任的借口。行業裡經常聽到一句話：“為了效果嗎？”但問題是，效果不該成為忽視女性感受的理由。真正專業的演員合作，需要彼此尊重，提前溝通，明確邊界，而不是臨場即興讓對方措手不及。女性藝人被期待懂事和配合。行業潛規則中，女演員總被要求不要破壞氣氛，不要讓男星難堪，不要影響鏡頭，不要情緒化。於是，當突發情況發生時，他們往往只能強顏繼續。這種系統性的不平等，才是讓公眾對李沁心疼的真正原因。4. 為什麼會形成全國性共鳴？從公眾情緒看性別意識的變化。過去幾年，性別議題已成為公眾討論的重要主題之一。有3個因素使得李沁相關討論不斷升溫。女性意識覺醒，使公眾更敏感於邊界問題。在網絡時代，越來越多女性願意為自己發聲，這種氛圍也讓觀眾開始反思從小被灌輸的忍耐文化。當看到李沁眼神驚訝、身體僵硬的瞬間時，許多網友並不是在看明星，而是在看曾經在生活中無數次被冒犯卻無力反抗的自己。娛樂產業的性別結構長期失衡，公眾對行業的不信任並非一朝一夕。過去發生的許多事件都曾讓觀眾意識到，在娛樂行業中，女性即便再專業，也可能成為鏡頭、流量和男性主導話語的附屬品。因此，每當出現類似爭議，情緒就會被迅速放大。情緒共鳴遠大於事件本身的真實性判斷。大多數網友並不是在追究事實，而是在表達一種由來已久的不滿。為什麼女性的不適和抗拒如此容易被忽視？這一情緒使得李沁成為了討論焦點，但真正被質疑的是整個行業的性別氛圍。5. 從爭議片段看行業未來，如何讓女性不再成為被動一方？如果娛樂行業想要擺脫性別爭議的循環，必須從制度、文化與職業規範3方面進行改善。明確工作邊界，建立現場溝通機制。無論影視拍攝還是綜藝錄製，都應提前溝通肢體接觸範圍，明確演員是否願意接受額外的動作。國外行業規範中，甚至有專門的親密戲協調師，國內也可以逐步建立類似制度。媒體需要更負責任的呈現方式。
綜藝與影視有必要減少以身體接觸為賣點的噱頭，尤其在女演員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製造話題，這並不體面，也不尊重專業。男性從業者需要更強的邊界意識，這不僅關乎職業素養，也關乎對女性的尊重。一個成熟的男藝人應當懂得什麼動作是必要的表演，什麼是多餘的，可能讓對方感到不舒服的舉動。公眾對女性藝人的理解不應只停留在心疼，真正的支持不僅是心疼，更是推動行業變得更健康、更公平。6. 結語：李沁事件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只是一個女明星的處境，她的表情、退縮、驚訝、無奈之所以被數百萬網友細緻分析，不是因為他們是八卦，而是因為他們真實、脆弱，令人共情。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女演員的幾段爭議，而是無數女性在生活中被要求忍一忍算了吧，別破壞氣氛的共同經歷。李沁並不是唯一，但她讓問題被看見。內娛需要的不是一次次爭議，而是一套真正尊重女性從業者的文化與規則。願未來的每一位女演員都能在鏡頭前保持專業，而不是在鏡頭下吞下委屈。願每個人的邊界都能被溫柔且堅定地保護。